大家好，我是 Ellie。在我频道的大家呢，很多人都很想要移民到泰国，包含就是我发现我拍了一些主题，关于生活部分也蛮多人有兴趣的。所以呢，我这次呢直接切入一个重点，就是如果大家呢想要移民到泰国的话，需要花多少钱？首先，移民到泰国的话，需要办理签证嘛，就是不同的签证很重要，所以我今天特别请来了一个签证专业的专家，小黑。各位好，我是奥利卡，我是小黑。小黑住到泰国大概是5年，跟我差不多。对，差不多快6年了。快6年了。对，差不多。那你觉得目前泰国的生活环境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比台湾好哎，至少来泰国之后我不会过敏，我是潮湿冷我鼻子就会痒。所以在泰国之后就完全没有再有类似的问题过。小黑他其实是办理签证的专家嘛，那对的，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的客户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人吗？我的客户的话，其实偏向是当然是华人为主比较多啦，当然也有少部分的欧美人士。前阵子的话，还有一些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，真逃难啊，帮助过一些就是缅甸的华人，那有些就是来读国际学校的，有些就是纯粹退休养老的，还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纯粹天气太冷，他们可能心血管不好，来这边退休就是要来这边生活养老。对。所以来这边的人大概都是有年纪人比较多嘛。就你这样子，大概年龄的话都是25到60之间。所以25岁已经在25岁就已经在范围里面。对，其实已经25岁的话，就有很多人来泰国这边了。我建议大家，如果大家想要移民到泰国的话呢，其实你们大家可以先用旅游签过来，对，先待个2-3个月，看一下说，泰国是不是适合你居住的地方？因为还有一些朋友，他们可能是利用学生签到这边先熟悉一下泰国这边的环境，然后之后再决定说要移民到泰国。对，那通常呢，除了旅游签跟学生签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签证。我想说，借着这个小黑专家在这，请小黑跟大家分析一下，说这些签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因为旅游签其实比较方便一点，因为我办过学生签，所以我知道那个难处。旅游签的话，现在还更容易，因为前一阵子旅游签还需要在台湾办还需要薪资证明，现在也都不用了。现在就是你要来泰国，就是旅游签都很方便办，但是学生签的话可能就比较难了。就是当然你第一次办理可能比较容易，但你第2次来的话，你过海关的时候，海关会考你泰文。第2次啊？就是我第2次来的时候就被刁难，就是差点遇到一小黑屋啦。可是我可以很听清楚一句，听得懂他用英文骂，就说来泰国几个月了，学泰文还学成这样。就是现在泰文也还可以啦，还可以是吧？对。但是接下来的话，可能就是变成工作签，所以其实就没那么难。那我听说有些人他们是用佛学签啊，还是学泰拳的签证？就是学还有义工签泰拳啊，学潜水啊，只是学厨艺啊，蓝带厨师啊，都可以去办这个学生签，但是不一定下得来。然后可能审核比较严格。这一类的话，就是我不建议啦。如果你真的要来泰国读书，第一个就是语言学校嘛，对，跟我们之前是，但是可能就是你要真的去认真学一下，不然可能你过海关的时候就会碰到跟我一样的问题。对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可能就是你真的找一个大学，什么朱拉隆功啊，但是当然那个学费其实也不便宜。除去上面这2种类型你刚刚说的义工签跟佛学签，对，现在办不了了。第一个佛学签那个师傅原籍了。是这样，所以如果办佛学签要特别去找那个师傅来，只有那个师傅可以办吧？后来其他人就是你要学佛，其他师傅不让你学，你也没办法。而且其实佛学签跟义工签很多人来这边不是学佛的，也不是做义工的，对，都是做其他事情。所以现在这个是新上任的移民局长官专打的签证。你举凡之前今年吗？还是今年？其实去年就有一点点了，那今年最严重。我有客户就是因为之前办过佛学签、义工签，差点进不了泰国。你是说办完之后他出境之后回不来？回不来，因为他那个签证是违法的，他没有小蓝本，就是证明你是真的有在这边做义工。对。那可是这些人他们都是没有这个义工的证明的，他们过海关的时候，海关就说，你拿出来我就让你过，但你没有，那你就是违法的，那你就回去拜拜。住在泰国的话，需要你办过比较多的，大多都是什么样的签证？我其实近期办的是精英签证比较多，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走过很多签证嘛，其实最划算的就是精英签证。那跟养老签证有什么不一样养老签证的话，你要50岁以上，精英签证不用50岁以上，就是随意的。对。然后养老签证要80万存款，精英签证不用80万的存款。哇！养老签证每1年都要跑1次移民局，精英签证你每1年不需要一直跑移民局，然后你出境的话，你也不用办原局，就是不用办回头签。对。但是养老签要。那讲一下精英签证，那精英签证的条件是什么？签证的话，它有一张就是很多人买的100万泰铢。
100万泰铢，大概90多万台币吧。如果要换算台币的话，100万泰铢的话，大概是。现在汇率还蛮好的。对啊，现在台币很强，我们的护国神山有罩着。对，有罩到。对，所以100万泰铢的话，20年平均1年才5万泰铢。那很多人到后面办经营签的原因就是方便，因为真的每年去办这个养老签，每年就这样去处理，其实真的很累。就去移民局真的很累，而且你要出来再回来，又要办那个回头签。哦，对，到后面 re-entry visa， 对 re-entry visa， 很多人到后面都是直接办理经营签证，就是对于长居在泰国来说是比较方便的。你刚刚说100万是可以在这边待多久？20年。哦，20年。我会把这个表格放在这边，所以我拿经营签证到这边，我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吗？对啊，经营签证的话，你在这边想做什么都可以啊。但是你不能够在泰国的公司工作。不过我这边很多，像前阵子有一批公司的员工，他们公司的人全部帮员工办经营签证。办了大概快20多位，所以其实他们没有限定地点。那很多员工就直接选择来泰国，就离中国比较近。对。然后加上他们办理这个签证的话也比较方便，不用说他们每年还要帮员工处理很多东西。所以其实很多他们那边的员工到后面都是直接办理经营签证，就是来这边工作就是3-4年，然后可能之后想在泰国生活也可以，或想要就是去其他国家也都还可以。所以说他们其实可以不用办到100万这么长期的。你刚刚说20年嘛？对。所以他可以办一个比较短期的线。60万泰铢5年的，60万泰铢5年，它也是蛮受欢迎的。你补40万泰铢，它又可以变成100万泰铢20年。所以很多客人他们可能一开始对泰国不熟悉，想要先尝试看看，想要先来看看泰国的水温，那他们可能就会先办这60万泰铢。那感觉就是办经营签证的人都还蛮有 money 的。虽然说我们可能觉得100万泰铢感觉有点贵，但是对于那些想要移民的人，对，这个算很便宜了。因为你举凡你想要去移民去欧洲。那我们不要说欧洲，我们说一些比较小的国家，可能有在做一些护照的人可能会知道，圣基茨啊、瓦努阿图啊、土耳其啊、迪拜啊，这一些动辄就10几万、20几万美金起跳。很多你要办这个地方的护照，像一些中国的客户，他们要办这些地方的护照，他们是要欧洲的，对，欧洲或是美国，他们是要放弃本国籍的。他们不可以持有双护照。经营签证好处就在这边，就是变成说你不用放弃你本国籍，它只是一个签证，但是它一次就可以要20年。所以他可以一直来来回回，他不用再办 re-entry visa， 随时想走就走。re-entry visa 一次要1200。可是早班机的话，你真的会累死，因为你假设你是6点的飞机的话，你可能至少要4点到。每一次我都要办 re-entry visa， 重点是我是结婚签证嘛，我每次出来之后，如果你忘了办 re-entry visa， 回来你就完蛋了。对，你的护照、你的签证直接就被取消。我才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朋友他一直在跟我讲说经营签证有多好有多好，我就想说到底怎样好？因为至少我们去移民局不会被刁难嘛。工作签跟结婚签比起来，工作签很容易被刁难，除非你不是自己办。因为像我有个朋友，他自己开公司，每一年都要去移民局自己做续签，然后每一次都要跟移民局的人吵架。但是像我的话，我是因为老公是泰国人，老公会跟我一起去，所以他们就比较不会去刁难泰国人。结婚的话是真的比较容易一点，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像好的归宿，对，像像捷克这么好的归属的话，不一定找得到。我自己觉得说，泰国政府比较保护泰国人，对的，外国人会比较容易被刁难一些，所以如果有经营签证的话，没有办公司，或者是说你是拿佛学签或是其他的签证来这边的话，其实经营签证是最好的。对，不用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。就是你有在泰国办过签证，你到后面可能都会选择经营签证。真的，前面那真的是太多血泪在里面了，很多。对啊，就是他们会在这里待很久，他们可以买房产，或是做一些其他的。我们刚刚前面有说嘛，经营签证不能在泰国工作，泰国公司工作。对，但不代表说你不可以帮其他国家工作。就像我们那一批员工，他们是来泰国这边帮中国的公司工作，领中国的薪水，那就不会有影响。因为你在泰国工作会有泰国的税号嘛，但经营签证是没办法有税号的。所以变成说你来没办法帮泰国的公司工作，但你可以帮台湾公司工作啊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美国、加拿大都可以。所以来这边工作主要是税号这件事情。对，tax number， 大家知道了。你工作你在赚泰国钱，你没有给泰国政府钱，你就不合理了。所以来经营签来这边工作其实还是可以的。那除了工作之外，开公司也可以。买房子也是可以，通常来讲就是买公寓。对，因为还蛮多人来这边，主要就是自产想要退休嘛。对啊。那所以大部分你的客户都是在哪个区域比较多？曼谷比较多。曼谷帕提亚比较多一点。所以其实还蛮多人到这边来之后，选择在开公司，或者是说在做生意之类的。
就是我觉得这个结论也是蛮有趣的。如果你今天呢喜欢都市生活，或者是说你其实年纪也不是很大，但是你想要以后选择在泰国这边生存的话呢，在曼谷比较多机会，然后你的附近那个都市的开发也是蛮不错的。对的。但是如果今天是在清迈的话，就是真的是完全的退休生活。对，真的是你到哪里都一定要开车，有很多是本身就已经有开公司的人，那他们就是特别来办这个经营签证。你说在泰国开公司？对啊，在泰国开公司，他们已经开，他原本是工作签。对，然后后来他受不了，因为泰国的工作签你应该知道就是4比1嘛，对，4个泰国人才可以有一个国外的人去办这工作签。那没错，变成说他把这个名额就是留给他的员工或其他人。那他自己的话，因为本身就要常常跑来跑去了，对，那他就直接办个经营签就好啦，因为他也没有税号问题。因为公司51%是泰国人的嘛，对，那公司就泰国人名字，那就正常缴税，那也不会有问题，对，因为就是公司的税号嘛，对，就是泰国人的税号，那他就只是占个49%的股份而已。然后他自己的话就是拿经营签证一直到处来回。但他算是公司的股东，但他不算是，他不领公司薪水。OK， 我了解。对的，就是有没有领公司薪水，这个又跟税号有关系，所以领经营签证的话就不能工作。对的，因为是你自己公司嘛，对，那钱要打向哪里你自己可以决定。哦，也是。你上次有跟我提过一个叫 LTR， 它就是泰国就是9月1号就是再重新公布一次的这个签证，那它的手续费可能变得更便宜。但是它的审核，我觉得一样是很难。为什么大家要办 LTR 不办经营签证？LTR 的话，就是变成说，你可以在泰国工作，即便你是这个长期的10年签证，你一样可以在泰国工作。然后它的税收可能比较低，就是17%。假设我今天接到工作，我是缴17%，15% 的税。个人所得税。个人所得税我是要缴15%。没有，个人所得税是按阶的，就是按阶级啦。就如果你的收入在某个到了一定的程度下，他会可以要你收30%的税。好高哦！对啊，所以其实 LTR 它是可以工作的，但是经营签证不能工作。但 LTR 可以工作这个地方很矛盾啊。我跟各位讲一下 LTR 的条件，你要就是年收入有8万美金，8万美金300多万台币。第二个，你要在你的存款要有100万美金以上。存款要有100万。存款要100万美金以上。3000万。对，第三个，你要在泰国有50万美金以上的资产，公司啊、房产啊都可以。一般我建议是房产的，房子比较不会掉值，因为你公司可能也会有上有下嘛。但是房子的话，就是都是会固定，比较容易固定。那50万美金的房子的话，大概就1500多万。那你记得我们刚刚经营签证是多少钱吗？100万。对。但是你有那么多钱，你干嘛要工作？所以为什么要工？对啊。所以他说可以有工作证扣17%的税就很矛盾，对，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公司可能也不在泰国，对啊，他们可能就已经有这些钱，他们已经可以进入退休了。所以其实新的签证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实质上的必要，还是有些人有些比较老的华侨在泰国，他们可能就是因为 LTR 还有一个政策是它可以携带子女，最多4个。OK， 父母啊子女最多4个嘛，那变成说你的小孩也可以一起来，然后办理就是加5万美金就好了。然后他可以在这边有个10年的，一样就是 LTR。我们刚刚讲的那种8万美金，一样2年嘛。然后他的收入就是25万，就是他在泰国要买25万美金的房产。LTR 的话有4个方式啦。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就是100万美金跟50岁以上那个是最简单的。就是个人条件。对，个人条件。然后另外2个的话是你要是 BOI 公司，或是你是帮泰国政府工作的人，华人。然后你的薪资一样要很高，除此之外，你的那个海外公司、知名公司啊，要3年要有1.5亿美金的收入，这万里挑一啊！LTR 到底可能是 Apple 啊、华为啊、雀巢啊，就是这种大公司，他们的员工来这边，那可能才有这个机会。我如果是老板，我会直接帮我们买经营签证。对啊，经营签证更省钱了。目前是办经营签证是你最推荐的吗？就是真的是最方便、最划算的、最保险、最省事的签证就是经营签证。对的。好，如果大家呢想要移民到泰国，如果你刚好有100万现金的话，对的。当然，如果要用其他签证，什么学生签啊、旅游签啊、商务签，其他也可以找我们这边帮忙。但是佛学签、义工签现在没办法。如果说你有这2个签证曾经有办过的，你要来泰国也要注意一下。哇，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。就是会被遣返，你机票白买。了解。那以上简短的访问一下小黑，就是关于签证这个部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点底下资讯栏，我有联络的方式，可以直接 inbox 我。好，那今天谢谢小黑，谢谢，考坤卡。希望这影片也可以协助到你们想要来泰国的规划。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办签证跟开公司没有关系。
没有，就像买房一样，买房跟签证也没关系。我很多朋友都买，对啊。哇。其实那个驾照也没关系，拿国际驾照去那个给那个警察长官，就直接给他看，其实很多都可以过。